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有養貓嘅朋友應該都試過喺某個唔為意嘅時候，突然覺得有對眼夾住自己啊。當你好專心做緊嘢，一抬起頭就見到佢坐正喺房門口啦。又或者你只係坐喺度碌下手機，飲啖咖啡，甚至只係入房換件衫啫，唔知點解佢總係啱啱喺某個位就望住你啦。你可能都有諗過，到底我係貓定係佢先係貓啊？究竟佢點解要咁樣監視我發呢？係咪養貓就冇晒私隱先？今集我哋就同大家傾下你隻貓背後其實隱藏住嘅6個心理因素。我哋仲會分享部分主人嘅真實日常，同埋曾經被廣泛報道甚至被譽為傳奇嘅事件俾大家參考。記住睇到最後啊！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確認環境安全。對貓嚟講，屋企唔係一堆死物啊，而係一個需要長期監督、隨時要及到實嘅地盤。家貓天生對環境變動非常敏感，每日巡邏、聽聲、聞味已經係佢哋嘅生存習慣，而你亦都係佢重點嘅管轄對象，亦即係成個環境入面最重要，同時亦都係最容易出事嘅變數。現實中好多時有屋主最後發現電線冒煙或者有微弱嘅石油氣漏氣，其實都係因為見到隻貓死望住某個位唔放啊，搞到主人先至識得去查，最後避過一劫。所以當貓望實你，其實係想確認一樣嘢，就係成個地盤系統有冇出現異常先。因為喺佢眼中，你本身就係佢嘅安全指標。如果你表現得好淡定，照常做嘢，佢哋就會覺得暫時 OK， 一切運作正常啦。但如果你突然變得好緊張，或者動作好大，佢哋就會即刻進入戒備狀態啦。某程度上，無論佢當你係長期飯票、鏟屎長工定係親人都好，只要見你仲正正常常咁坐喺度，佢哋就會覺得世界仲係安全嘅。有主人分享話，有時瞓到半夜突然一醒，會見到隻貓直頭伸個鼻過嚟，好似想確認你仲有冇呼吸啊。甚至記得有段時間成日發噩夢，係會嚇到尖叫嗰種噶。自此之後，佢隻貓只要見親佢，似係又開始發噩夢啦，就會即刻跳上床，用隻手仔好細力咁撥一撥醒佢啦。不過話時話，其實貓自己都會發噩夢噶。建立行為獎勵。好多貓之所以學識望實你，其實唔係天生，而係俾你無意中教出嚟嘅。喺心理學入面，呢個叫做強化行為。諗翻轉頭，以前佢望住你嘅時候，你有冇望翻佢先？有冇當佢係小朋友咁氹啊？定係當正佢係大人咁樣傾偈？又或者你覺得佢實在太 Q 啦，順手就俾粒零食餵佢咯？呢啲反應，貓其實全部都記得晒。久而久之，佢會發現，原來只要我用眼神震懾住呢個人類，佢就會立刻有反應俾我，甚至會主動拎嘢食出嚟啊！不過就有主人分享一段完全唔同嘅經歷。有晚半夜，佢見到隻貓又係咁望住自己，開頭仲以為佢食唔飽，又想拗零食食啦。點知發現佢隻貓對眼好似跟住一啲睇唔到嘅嘢係咁喐。呢位主人表示當時真係差啲俾佢嚇死啦。雖然理智話佢知，實有專家會解釋話，貓可能只係聽到牆入面有蟲行過，或者水管有聲啫。分析人類邏輯。不如試下換位思考啊！如果你有一日俾外星人帶走咗，去到一個完全陌生嘅星球，佢哋對你好好啊，供你食，供你住，仲好似幾照顧你添。但問題係，佢哋嘅行為你完全理解唔到啊！如果換轉係一隻狗，可能好快就適應啦，甚至直接愛上呢個新主人。但貓呢，就完全唔同諗法，有啲貓根本係自己硬闖入人類屋企，
又或者係喺領養中心，其實係佢睇中你先，唔係你揀中佢咯。對佢哋嚟講，出面揾食咁艱難，既然俾我揾到個資源豐富、冬暖夏涼嘅筍盤，雖然眼前呢個人笨手笨腳，智商仲好似有啲問題咁啊，但起碼勝在夠聽話，識得自動出糧，仲會幫手鏟屎。算啦，我就接管呢度啦。不過睇住呢個人每日對住部唔知叫手機嘅物體咁沉迷，仲要成日攞住嚟對住我塊面啊！唉，就當睇真人 show 啦。有主人分享，佢諗翻起細個養嗰隻貓，一到測驗或者考試之前，隻貓就會長時間坐喺書台前面啦，靜靜咁睇實佢溫書。但只要佢開始溫到個人好煩躁，隻貓就會走埋嚟，諗盡辦法叫佢停手啊！一係就特登踩佢份功課，一係就走出廳攞啲玩具翻嚟引佢去玩。最誇張係，如果真係完全唔理隻貓，佢甚至會自把自為，將啲玩具塞入個書包度，真係唔知邊個教佢啊！預判生存風險，當然唔係所有你覺得佢喺度監視你嘅畫面都係溫馨嘅。有時貓一覺得唔安樂，反而唔會避開你啊，仲會加大力度咁望實你添。特別係當你做出一啲有前科嘅動作，例如突然拎起個行李篋出嚟，打開嗰個收埋貓籠嘅櫃，又或者攞起把指甲鉗咁，呢啲畫面對貓嚟講，全部都係記憶入面嘅最高警報。佢哋會一路睇實你嘅一舉一動，嗰種眼神唔係敵意啊，而係高度戒備，只係想搞清楚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啊！一發現有啲唔對路，就要即刻部署退路咯。例如避開去睇獸醫呢啲貓身大事。不過呢種對危險嘅直覺，有時佢哋亦都會反過嚟用喺主人身上。有主人分享，平日佢朝早去廁所，隻貓已經慣晒跟過嚟睇場，好似當係集體活動咁。但最誇張嘅係，連夜晚佢只係走入浴室開花灑沖涼，隻貓都可以擔心成咁。照計都應該知係佢自己行入去，冇人逼㗎喎。結果佢隻貓全程留守喺門口監視住，仲不時伸隻手入嚟，好似真係想救人咁。不過話唔定佢隻貓最驚嘅係，萬一佢出咗事，今晚臨瞓前就冇零食啦。感知情緒狀態，去到更深層次，其實貓望住你，未必一定係為咗有所求，又或者想作出咩實際判斷啊。有時純粹係出於愛同關心。貓雖然唔識講嘢，但佢哋對人類嘅荷爾蒙變化同情緒波動其實好敏感嘅。當你病咗，又或者心情好差嘅時候，好多時貓都係第一個就察覺到啦。就好似好多貓都好清楚，人類同佢哋一樣，喺瞓覺嘅時候係最脆弱嘅。所以當你瞓着咗之後，佢哋會特別保持警覺，負責保護你喺夜間免受任何潛在嘅威脅。呢種本能就同佢哋喺野外守護同伴一模一樣。正如有唔少主人翻睇攝錄機先發現，原來自己瞓咗之後，隻貓全晚會來來回回巡視佢好幾次啊！甚至有主人因為飲醉咗酒，瞓咗喺梳化，第二朝醒翻先知，原來隻貓成晚坐喺度睇實佢，一步都冇行開過。有主人分享，佢係一名長期病患者，當時正係經歷人生最絕望嘅低潮。有晚佢好似平時咁上床準備瞓覺啦，但腦入面其實反覆構思緊一個結束一切嘅計劃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佢隻平時唔算特別黐人嘅貓突然跳上床，直接壓埋喺佢胸口度，個頭仲貼到好近，眼定定咁望實佢啊，仲發出好大聲嘅咕嚕聲。就算當時佢嘅情緒已經接近崩潰，隻貓都依然冇移開過視線，而係用眼神同埋身體嘅重量逼住佢將個注意力拉返嚟。
嗰一刻佢先至真正明白，有時貓唔係單純喺度望住你，而係喺必要時會出手救你啊！維持社會秩序，最後一個原因亦都係最意想不到嘅。有啲貓唔止係屋企或者社區嘅成員咁簡單，佢哋長期監視緊嘅其實係成個環境嘅秩序。呢啲貓會喺一個屋企、一間鋪頭，甚至一個公共地方入面，主動揾到自己嘅角色同定位。雖然近年嚟越嚟越多人發現，原來有啲家貓係完全唔識捉老鼠啊，甚至有店家因為咁而棄養。但喺世界嘅另一面，反而有唔少貓憑住佢哋嘅監視同存在感，喺社會入面揾到自己嘅崗位，甚至獲得公眾嘅高度評價同尊重啊！喺日本長野縣有間好出名嘅溫泉旅館，有一班貓被譽為大堂經理啊！佢哋唔係特登訓練出嚟，而係疑似自發性返工嘅。呢班經理平時最鍾意坐定定喺玄關，用眼神歡迎每一位入嚟嘅客人。好多住客分享話，每次浸完溫泉返房，呢啲經理貓就會好主動喺前面帶路，仲會不時回頭望下你，好似驚你行下會喺走廊迷路咁。如果見到客人行到攰晒，坐喺大堂休息，佢哋又會靜靜咁行過嚟，一係就坐喺你腳邊，一係就直接跳上你大髀陪住你啊！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すごいいっぱいいるよ。猫カフェぐらいいる。猫カフェだ。ほら見て、10匹。あら可愛い。ちょっと上がらせ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んです？何？ないよ。手を出す。よいしょ。癒されました。喺美國德州一間大學入面，有一隻好出名嘅黑白貓，佢喺校園生活咗13年啦，係學生同教職員公認嘅好朋友。This cat is just really great. She makes me so happy. 佢好似覺得自己有責任守護呢度咁，每日最鍾意趴喺大樓門口或者扶手度，好認真咁監視每一個出入嘅學生。佢平時對人好友善啊，而且被譽為非常有正義感。除咗學生傳聞，佢會主動驅走靠近嘅浣熊。深夜見到女同學落單，流傳佢仲會靜靜咁護送行一段路。佢一直用自己嘅方式守望住成個校園。2022年佢因病離世嘅時候，校園社區為佢自發搞咗個悼念活動，甚至有人發起請願，希望可以立個雕像紀念佢。睇到呢度，下次當你抬起頭，又發現有對眼一直望住你，無非因為你已經隸屬佢嘅管轄範圍啊，又或者佢只係對你呢個外來嘅物種做緊研究，甚至喺佢心目中，既然你已經係佢嘅全世界，自然就係佢最想守護嘅人類啦。因為有你有我，知你喺度就夠啦。最後，我係日常研究部部長。頻道開台1年幾啦，終於突破2萬訂閱，好感激大家一直支持，見證我哋嘅成長。如果你覺得呢個頻道幫到你更了解貓貓，又或者可以舒緩到壓力，請推介俾身邊愛護動物嘅朋友啊！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見啦。